神光照耀，日月入怀，神龙现世。古代帝王为了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，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神奇怪诞的传说。而今天这位帝王，则是把天命所归演绎到了登峰造极。他不仅生下来就会爬，还自带神人守护 buff。别个皇帝是神龙献瑞，这哥们不仅直接一箭把龙给射死了，还准确预测了自己的死期。他就是契丹国的建立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。耶律阿保机，契丹贵族出身，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契丹迭腊部首领。契丹是一个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，长期处于突厥、回鹘的统治之下。为了内部团结一致对外，契丹人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的形式。联盟共分8部，这8部各设酋长，而部落联盟的首领便是由这8部共同推选出来的。耶律阿保机出生时，正赶上各部之间为了争夺联盟首领打得不可开交，他的祖父也死在这场纷争之中。可以说，耶律阿保机从一出生就深深感受到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。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自古皇帝出生大都伴有异象出现，耶律阿保机就是其中最传奇的一个。据说他出生时屋内有神光异象环绕，生下来就和3岁的小孩一样大，落地就能爬行，3个月会走路，满100日就开口说话。不仅如此，人家还声称左右有神人护卫，可以未卜先知，就连身为酋长的伯父一遇到难题便会找他商量。于是在各种神奇现象的伴随下，耶律阿保机终于平安长大，成了一位人高马大、武功高强的英俊少年。据说耶律阿保机可以开300击硬功，深受伯父器重，不仅带着他南征北战，还让他组建了一支侍卫亲军。耶律阿保机正是凭借着这支部队，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名声。他相继降服了小黄侍卫、破月兀、兀谷、六西诸部，凭借战功被联盟推举为最高军事长官，专事征伐。与此同时，延续了280多年的大唐王朝已经开始分崩离析，中原地区逐渐进入5代10国时期。耶律阿保机趁中原大乱，多次率军攻略北方的女真、黑车子侍卫以及河东、代北等地，掳掠了大量人口牲畜。期间，他还和晋王李克用拜了把子，结为异姓兄弟。契丹在他的带领下，俨然已有称霸北方之势。公元906年，正逢契丹3年1轮的可汗选举，本来又希望继续连任的恒德景可汗知趣的主动去世了。耶律阿保机正式当选为新一届契丹可汗。作为草原游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，耶律阿保机的眼光开始变得更加长远。他在继续扩大疆域的同时，也想在中原政权的频繁更迭中捞取好处。他继位的第2年，朱温篡唐，建立了后梁。耶律阿保机马上主动遣使时请求册封，直接把当初和李克用订立的盟约抛在了脑后。李克用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，以至于在临终前还要交代儿子李存勖是报此仇。在对外征伐的同时，耶律阿保机也不忘在内部加强集权。他不仅设置了专管皇族事务的宗正官，还在占领的土地上广建碑铭，以彰大其功德，树立个人的权威。起初，契丹贵族并没有察觉耶律阿保机想干什么。等到了3年1度的可汗换届选举，被耶律阿保机以公务繁忙为由故意拖延的时候，众人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耶律阿保机这是不想交出可汗宝座，想自己当皇帝了。于是，一场被称为朱棣之乱的契丹贵族内部叛乱爆发了。内乱表面上是耶律阿保机的几个弟弟不满他久不受待，实际上是以他的叔叔耶律霞底为首的各部贵族势力在背后撑腰。3年之内连续发生3次叛乱，虽然最终被耶律阿保机平息，但代价也是惨重的。阿保机事后曾感慨说，过去大军出征，辎重连绵数里，民间原有金马万匹，而今只能徒步，牲畜死亡10之8九。过去粮肉充盈，现在士卒只能逐马驹，采野菜以为食，自己弟弟有几斤几两，阿保机自然非常清楚。所以在平息叛乱之后，他对所有参与叛乱的弟弟全部网开一面，只是处死了背后的主使耶律霞底等人，并正式宣布交出可汗之位，自己只带属下汉人到泰山建立汉城。汉城建好后，耶律阿保机又大摆宴席，邀请各部首领前往赴宴。
首领们不知事迹，欣然前往，结果被阿保机一网打尽。从此，契丹内部的反对势力荡然无存。阿保机又重新做回了草原的主人。公元916年，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，建立契丹国。契丹族的可汗选举制度从此成为历史。阿保机早在当可汗时就非常重视汉文化，重用汉臣。他建国以后，又大量招揽汉族将领和士人，仿照中原王朝建立了制度和礼仪法令，还创制了属于契丹人自己文字契丹大小字。国家统一，内部团结，阿保机又有了觊觎中原的实力。此时他最为忌惮的晋王李克用已死，前晋、结燕和后梁三个政权各自割据一方，相互攻伐，正是他出手的最佳时机。于是他趁李存勖与后梁交战之时，突然发兵攻略汉地，不想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连续2次都被李存勖打得大败，死伤惨重。从此再也不敢染指中原，强行南下不成，阿保机决定先向东西两翼继续拓展势力，待羽翼丰满之时，再全力南下逐鹿中原。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2个计划，一个是马踏西域，征服西方的吐谷浑诸部；二是印马黑龙江，消灭东北最大的实力渤海国。此后数年，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吐谷浑党项族部诸部，将契丹西方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北至卢渠河，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，东北方的辽西、辽东以及大兴安岭地区也被他收入囊中。期间，他为了证明自己天命所归，还宣传自己亲自弯弓射杀了一条几十米长的黑龙，龙骨还被他收藏在了宫中。公元924年，耶律阿保机突然下了一道奇怪的诏令：3年之后，虽在丙戌，时值初秋，必有归处。然魏中2世起复亲城，日月飞摇，戒严世肃。意思就是3年后的秋天就是我的死期。现在我的2个心愿只剩下最后1件了，攻灭渤海国的事情要赶紧规划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经过近1年的筹备之后，耶律阿保机倾全国之力兵发渤海。他仅用4天时间便攻克渤海国西部重镇扶余府，又用了9天时间拿下了渤海国都护汉城。随后，阿保机将渤海改为东契丹国，又用了半年的时间消灭了渤海的残余势力。至此，契丹的势力扩大到了渤海沿岸，为将来契丹攻略中原解除了后顾之忧。阿保机的心愿也总算是完成了。公元926年秋，耶律阿保机死于班师回黄都的路上，终年55岁。